他们没有发现你吧？没有，属下一直远远的尾随。那就好，今日之事，咱们就当作什么都不知道。明日一早，我们尽早离开。是。与此同时，露宿在官道外苏英一行人，车厢内，苏英眉头紧蹙，额头上冒着虚汗，整个人似乎陷入了梦魇。哒哒哒的马蹄声由远及近，一群身穿藏青色衣衫的人渐渐进入眼眸。队伍被人拦下，马背上瘦弱的女子视线一一从队伍人身上掠过。当瞧见杨屠夫时，对方扯动了前方之人的衣袖。他是杏花村的人。不，我不是杏花村的人。不，你就是。我曾经在我妹夫家里见过你，你帮我妹夫家杀猪，我见过你。明晃晃的刀子对准了所有人。谁是杨叔？不说死！鲜红的血液流淌。逃！分散逃！梦中醒来，已经没有任何睡意。从梦里得出的信息，那名女子是认识杨屠夫，杨屠夫是危险信号。苏英走到后面的骡车，他们一靠近，守在骡车边上的万三爷和杨荣醒来。茵茵，你咋起这么早啊？醒来了就起了，你再眯一会儿，我找点东西。在骡车上一阵翻找，终于在底下找到了一个盒子，里面放置着胭脂水粉。不得不说，一报还一报，当初若没有顺手救万三爷，恐怕就要抓瞎了。苏英提着东西走到杨屠夫一家里休息地。杨虎说：苏丫头，咋了？有事要我做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最近在研究一个改头换面的技术。改头换面？对啊，听南公子说起过，便让他同我细说了一番，我想找人试试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成。反正南景之走了，锅盖在他头上就行，嘿嘿。行啊，没问题。那今日你就不必练拳。好。苏英打开包袱，开始在杨屠夫脸上捣鼓。杨虎嫂将饭煮上后，好奇地跑到一旁看着。其他人知晓苏英给杨屠夫做实验，好些人都过来瞧热闹。在众人的见证下，杨屠夫一点点变样，刚开始还能瞧出原本的样子，但后头变得越来越不像。杨虎嫂，你要不要也试试看？我也可以吗？可以。苏英给杨虎嫂画了一个淡妆，妆容变化不大，看眼妆。茵茵，我也给你当小老鼠。小老鼠越多越好。接下来，苏英不动声色地挑选杏花村的人化妆，底妆涂抹均匀后，着重眼妆。谁知道那个瘦弱女子认不认识的其他人？保险起见，杏花村的人能化个妆变一变也好。在大舅舅他们打拳回来后，苏英笑嘻嘻地过去。舅舅，我给你们化个妆，让我练习练习。行。苏英挨个给3位舅舅化了妆。舅舅，你们能换成干净的衣服准好看。行，今日啊就听你的。杨大川无条件配合。队伍启程后，苏英跑到徐娘子那边，给她打上底妆，稍稍变化一下。李瑞他们也想要，苏英直接说明日轮到他们，就连张炳亮他们也不例外。一路上大伙儿都在讨论谁变化最大，谁最好看。万三爷走到他身侧。苏丫头，今日怎么突然想到给他们化个妆啊？突然手痒就想要尝试尝试。南景之那听来……胖爷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看破不说破。官道上一阵哒哒的马蹄声由远及近。头儿，前面有一队人马，瞧着挺富裕的。那些人应该不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。谨慎起见，让那个女人看一看。是。
苏英依旧走在队伍最后面，第一时间发现马蹄声，侧头往后看，他们来了。数次出现在自己预知梦里的那伙人终于来了。苏英从马车上下来，走到前面提醒舅舅等人，后面那一伙人不简单，大家小心一些，记住我们的来路。苏英一边走一边通知下去。杨虎说，那一伙人很危险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切记不要鲁莽行事，一切由我和胖爷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到了李家村那边，同样一一交代下去，尤其是对李二牛一家。不管对方说什么都不要乱说话，谨慎开口。好。回到自己车上时，藏青色一行人抵达他们跟前。好好看一看，这里面有没有你认识的人？看仔细点了。瘦弱女子不住点头。瘦弱女子先看了苏英一行人，很快挪过眼。马儿带着他们慢慢越过队伍，领头男子同样在观察眼前这一行人，目光扫过苏英与万三爷时，微微停顿了几秒，但很快挪开，看向其他人。整个队伍观察下来，最值得注意的人便是那两人，至于其他人比那些蝼蚁强一些，似乎还有一些功底，在这个世道上还能留下马车，没有几把刷子才是不对劲。如何？没有，这外面的人都没问题，可这车厢里我瞧不见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领头男子略一思忖，是这个道理，抬抬手，下面的人秒懂。5匹马停在队伍前方，将官道堵个严实。你后面看着点儿，我过去。我驮你一道过去。诸位有什么事啊？领头男子没有开口，副手目光在3人身上扫视，最后落在万三爷身上。我们家主子有东西被人偷走，那小偷极为狡猾，劳烦车门中的人下来，让我们看一看，是否有那狡猾的小偷。哎呦，这些小偷当真是可恶，你等抓到，定不要轻易饶恕。别废话了，劳烦车上的人下来。那是一定配合，我平生最恨的便是这些偷鸡摸狗的鼠辈。车上的人都下来，让几位爷瞧一瞧。待在车里的老弱妇孺纷纷下车，瘦弱女子挨个检查过后，对着身侧的男子摇摇头。可有要找寻的小贼？那男人冷哼一声，带着女子离开。等着对方离开，却不曾想一直未曾开口的领头男子突然出声：你们就不好奇那小贼长何模样？哎呀，这年头小贼遍地走，没什么好奇怪的，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正道。咱们这一大家子就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不该管的事情绝对不会多管多嘴。你倒是活得通透。你过奖了。领头男子收回视线，走。一行人驾马而去。等他们一走，所有人松一口气。如果我们问了那个小贼会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只是会将我们所有人杀了罢了。这不会吧？会。李二牛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他突然明白了，为何苏英要让他们不要多嘴，不要乱开口。以后遇到这类人，切记莫要多问多管，一旦沾染上，小命不保。想得了，以后遇见了咱们就避着。对。队伍启程，万三爷与苏英2人坐在车前，万三爷赶着马车。或许别人没有发现什么，但他却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。这些人找的小偷，恐怕是偷了藏宝图的人，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哪方势力的人。不管是哪方势力的，都不是我们招惹得起的。言之有理。丫头，我怎么感觉你好像事先知晓今日会遇见他们？因为我昨日便瞧见了他们。
昨日？对，便是昨日。昨日等李二牛时，正好瞧见他们这一行人入城，不难猜测，今日咱们必然会遇到他们。万三爷总觉得没那么简单，不过他也没打算刨根问底，做人难得糊涂。与此同时，前往林州府的官道上，一个个衣衫褴褛的人被人捆绑住手脚，一个紧挨着一个往前走。快点，今日必须赶到王家村，谁要是敢拖累速度，直接剁了喂狗。即便双腿无力，这群奴隶也不敢停半分，因着他们说到做到。苏孝忠骑着马走在队伍前端，原先招揽他的小队长李兴依旧走在后方，负责看守奴隶。李哥，我们所有人都看走眼了，之前还觉得苏中这个人憨厚老实，没想到是忘恩负义之辈。这个苏中真不是东西，上赶着巴结二掌柜。李哥，他这分明是踩着你的头往上爬。那是人家有能耐，你要是有他那能耐，也可往上爬。李哥，你说笑了，我可没那能耐。哼！李湘一甩袖离开，刚走开几步，脸色阴沉，越发可怕。有一句话他说对了，苏中这个人的确是自己看走眼了。之前还觉得对方憨厚老实，万万没想到，转眼功夫就成了二掌柜跟前的红人。二马哥，我的马真的不能给李兴哥骑吗？李兴哥对我有恩，他在下面走着，我心难安。李兴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别被他卖了还乖乖数钱呢。你真想让他骑马，那去便是。苏孝忠好似得了命令，高高兴兴的下马等着李兴。李哥，你上马骑一会儿，我替你看顾着。这不好吧？没事儿。在苏孝忠热情的邀请下，李兴半推半就的上马。苏孝忠接过他的活计，热情与周围兄弟唠嗑，说着各种不着边际的话。李兴看着后方尽忠尽职替自己干活的苏孝忠，心里突感愧疚。正当李兴心有愧疚时，二掌柜从后方匆匆赶来，一眼就看到了苏孝忠正勤勤恳恳地干活，而原本该待在那个位置的李兴则骑着马儿惬意的不行。二掌柜眉头微蹙，这个李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当二掌柜从他身边走过时，眼角余光瞥见他的神情，便知道这把又妥了。他现在看起来是二掌柜跟前的红人，其实什么都不是，一点实权都没有，但是干掉李兴后，自己或许就有机会了。二掌柜，一个个开口，李兴吓得赶忙喊人。二掌柜，李兴，你很不错呀。这样吧，以后你跟在我身侧，你手中的活就交给苏中。二掌柜，我怎么，你对我的安排有意见？没意见。很快，苏孝忠便知晓自己接替李兴的活，掌管20个小弟。20个小弟知道自己上头换人，一个个过来恭维苏孝忠。哎，你我都是兄弟，都是为了二掌柜办事的，不分你我，不分大小，切莫如此喊，未免太过生分了。苏哥，等到了王家村，哥几个给你摆桌席面，庆祝庆祝。哎，万万不可，怎可让兄弟们破费呢？该是我来张罗才是。等到府城，我拿到银钱，再请兄弟几个。诸位回自个儿位上，切勿耽误了事情。一群人一哄而散，李兴从头看到尾，心里那个气恼啊！哎呀，这个苏中真是走了狗屎运呐！王家村，所有人都休息了，苏孝忠睡不着，往村里唯一亮着油灯的屋子走去。刚一靠近，屋子里传来几道交谈声。刚刚收到了上头的消息，命令我等找寻一伙人。谁？梅州东土县杏花村一个叫杨叔的男子，此人身高5尺，身躯壮实，
胃口极大。杏花村，苏孝忠瞳孔微缩，那不是大闺女的舅舅家，不好，若是他们被这伙人盯上，大闺女们定然危险。看来得找时间将这一伙人全部干掉。苏孝忠刚一转身，就见着几步之外站着一人，那人正笑眯眯地盯着他。李哥，你也睡不着啊？你刚刚在做什么？啊？瞧见一只黄鼠狼，正想着抓了那东西给大伙加餐，没想到那东西跑得贼快，没抓到。嘿嘿，黄鼠狼？我看你才是那只黄鼠狼吧？啊？李哥，你为何会如此说我？你就别演戏了。李哥，我知晓你是因白日之事，你对我心里存了怨气，可那不是我的本意，我亦不想接手那个位置。你不想？我看你很想。你若当真不想接手，为何二掌柜提及时你不推脱呀？啊？你明摆了就是蓄意谋夺我之位。白日里你让我骑马，应当是给我下套吧？啊？李哥，你糊涂啊！二掌柜让我接手，若我拒绝的话，二掌柜定会找其他人接手你那个位置，到时你想再拿回去，可就千难万难。我那时没敢拒绝，除了保存李哥你的位置之外，其实也怕惹二掌柜不高兴。那时二掌柜心情本就不好，倘若我再当着所有人的面拒绝他，二掌柜定然会生我俩的气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真是这样想的？那是自然。我苏中可以对天发誓，我对李哥你是一心一意，绝无二心。若有二心，我苏中便不得好死。他苏中发誓，关他苏孝忠什么事儿？那你事后为何不同我说呀？身边的人太多，走不开，这事儿无法让其他人知晓。倘若让二掌柜知晓我有这等心思，只怕他会不喜。你考虑得很周全。见他终于放松下来，不再敌视自己，苏孝忠手很自然地搭在他的肩膀上，不动声色地带着他往村子外围走。李哥，你对我苏中有知遇之恩，这一份恩情，无论我以后遇到谁，都越不过你。不管我走到哪里，有什么成就，你都是我的大恩人。我苏中若是没遇见你，便没有我如今的安稳。哎呀，兄弟，是哥哥错怪你了啊！大哥能理解我的苦衷，不再误解小弟我便欢喜。只盼我们兄弟二人齐心，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，也不枉费大哥的提携。苏中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好兄弟，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大哥。哥，小弟我还真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。好，何事啊？兄弟，你尽管说，你同哥哥客气什么呀？借大哥的命一用。你上辈子的经验告诉他，只有死人的嘴才是最牢靠的。一日一早，李兴该不会是昨日二掌柜将他的位置给掳了，便偷偷离去了吧？他如此一走了之，岂不是在说二掌柜的不是？哎呀，他这是摆脸色给二掌柜的呀！诸如此类的声音不断传入二掌柜的耳中。你们两个留下来继续找人，若寻不到他踪迹，便去他家中处理他的家人，其余人继续上路。李兴当真是好大的胆子！二掌柜，属下觉得李哥李兴不会如此，或许这其中有什么误会。二掌柜冷冰冰的眼神盯着他，手中的刀子突然出手，抵在他的脖子上，脖子上冰冷的触感。苏孝忠内心毫无波澜，但面上却是害怕的哆嗦着，最后干脆两眼一闭，一副任由他宰割的赴死姿态。二掌柜见他如此举动，只觉得好笑，他放下手中的刀子。你很好。说完直接驾马而去。
二掌柜身侧的谋士李达看了他一眼，眼底深处起了杀意，面上笑眯眯。做得不错。苏孝忠一脸受宠若惊，内心却是在暗骂：小面虎，别以为他不知道，这货对自己有不满。到时候便要看看，到底是你除掉我，还是我除掉你。走。押送奴隶的队伍再次启程，所有人都知晓了苏孝忠很得二掌柜的喜欢，以后大有前途。苏哥，我刚刚得到了消息，大掌柜在灵州府谈成了一笔大买卖，需要大量的奴隶。男的？只要年轻的，男女都要。三掌柜那边好像抓紧送了一批货过来，明日就要与咱们会合。听说呀，里面有几个女人，长得贼漂亮。苏哥，到时候让小弟我也瞧上一瞧。若是可以，苏哥可以先那啥。反正这些女人迟早要被送到达官显贵的床上。哥哥若是疼弟弟，可不可以让弟弟我也喝一口汤啊？这不好吧？苏哥，你这就不懂了吧？送给达官显贵的货不验过，不驯服了。若是让他们得罪权贵，咱们可是没好果子吃啊。苏孝忠好似明白了他此次前来的用意。苏哥，你就行好，验货的时候带上弟弟一个。我已经好些日子没吃上一块好肉了。行吧，只不过弟弟我懂。说着，他从袖口里拿出一锭银子塞到他手中。有了这个开头后，陆陆续续有人过来送他银子，目的一致，那便是想要一同验货。苏孝忠那是来者不拒，将他们的银钱全部收下。深夜时分，哒哒哒哒的车轱辘声在官道上回荡着，一辆辆形似囚车的车马上关着密密麻麻的奴隶。本该明日到的奴隶，如今提前了几个时辰与他们会合，可见灵州府那边要得紧。赶紧下来！许是站着且挤压太久，有人刚一落地，腿一软，直接倒在地上。马上有打手上前，鞭子狠狠抽打在对方身上。饶命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差不多可以了。你谁啊？苏孝忠挑眉，这人是故意的。他是苏忠，是我们二当家跟前的红人，如今这些奴隶都归我苏哥掌管。原来是你呀！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，一个抢占恩人的小人。这位兄弟，我想你对我是有所误会，我与李哥那是情深义重，你切莫听信谣言。苏哥，你别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啊！王忠这个人啊，就是这个性子，他与李兴是好兄弟。怪不得。不打紧，王忠兄弟对我有所误会，待苏某解释过后便好了。还是苏哥大气呀！苏孝忠视线重新回到那群奴隶身上，突然视线锁定在一道瘦瘦小小的身影身上。是那个女孩吗？瞧着很像。头儿，所有奴隶都关押在那间屋子里。头啊，我们什么时候验货呀？不着急，到林州府前有机会让你们验货，我先过去瞧瞧。好。下属高兴地应下，谄媚地引领着他往前关押的地方。那几个上等的货物都被独立关押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了。你们都退下吧，这里有我。头儿，有什么事儿喊我们一声。屋内挤满了人，听到动静后，一个个瑟缩着。你们几个抬起头来。
苏孝忠随意指向门口处几名女子，被点到名的几名女子惶恐不安地抬起头。苏孝忠不满意地摇摇头，视线又瞥向其他地方。你们几个抬起头来。苏孝忠依旧蹙眉，似乎很不满意，挑挑拣拣后，视线落向角落里。你们几个抬起头来。缩在角落里的大丫身子止不住地发颤，他以为自己躲在角落里，将自己缩起来便不会惹人注意，没想到还是被人盯上。他害怕，非常非常害怕。苏孝忠仔细端详了一番大丫，是记忆中杏花村那个丫头。他若没记错，这丫头一家子都是跟着大闺女他们一道离开，此刻却出现在这里。那大闺女他们……苏孝忠眉头紧蹙，眸底深处满是忧色，面上却不显露半分。次等货，还真就是次等货。为了不让人起疑，苏孝忠转身去了一旁关押着上等货色的屋子。苏孝忠视线从这16名女子身上掠过，不得不说，上等货就是上等货，长得的确都不错，当然也仅此而已。上辈子见识过的美女多如牛毛，再是国色天香也是见过。在众女惴惴不安时，苏孝忠转身离去，站在不远处的2名守卫一直竖着耳朵，想听动静，奈何里面什么动静都没有发生。咋没有声音啊？是啊，好生奇怪呀。也不知道等头享用过后能不能轮到咱们。不得不说，这次的货色真的挺不错呀。哎呀，以苏哥的性子，定然不会忘了咱们就好好等着。嘿嘿。在聊什么呢？头儿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二人相互对视一眼，脑海里冒出同一个想法：苏哥不行。哎，嘿嘿，苏哥，滋味如何呀？你俩想什么？我只是清点人数罢了，这般时辰，即便有心也没那般力，还不如待到他们休息好，再好好犒劳犒劳自个儿。苏哥，还得是你。翌日，苏孝忠看着下面的人清点人数。苏哥，李军师让你过去。好。苏孝忠走到马车前。军师。车厢内的人慢悠悠地掀开帘子。啊，方才小憩了一会儿，未曾听到，多有怠慢，还望苏兄莫要见怪啊。哎，军师辛劳，我便是在此多等一会儿，亦是应当的。两人俱是笑眯眯的。苏兄，二掌柜有一件极为重要之事，交由你处理。若是你做得好，以后飞黄腾达不在话下。何事啊？所以运来的那一批奴隶，你好生盘问，他们当中是否有东土县人士？若有，将此人带来见我。好，此事不宜声张。啊，我醒得。苏孝忠一回来，下面的小弟立马围上来。老大，李军师找你过去做甚啊？不是。既然对方让他别声张，正好方便他联系大丫，而不引起其他人注意，省去了好些麻烦。苏哥，那事儿什么时候做呀？啊？哼，不着急，今晚等着吧。得了他的准信儿，所有人都露出猥琐的笑。黄二马，你带几个兄弟，挨个将车子上那些奴隶一个个送到我屋里。得嘞。第一个推开他屋子的人是一位美人，鹅蛋脸，杏眼柳眉，惶恐地看着苏孝忠。求你饶过小女。问你话，你如实回答，我便不动你。你姓甚名谁？家住何地？家中还有谁？小女姓柳，名如烟，家父乃是富顺县商贾，经营几家绸缎铺子。月前城中遭遇山匪洗劫，
父兄皆被山匪屠杀，我因着在外探亲，才幸免于难。苏孝忠点点头，挥挥手，示意他可以离开。出了这道门后，若是有人问起今夜之事，你当如何？小女必守口如瓶。守在外面的王二麻子见柳如烟如此快出来，很是费解，但听到屋子里喊下一个，也不敢耽搁，马上将下一个美人推进去。苏孝忠如法炮制，一一快速询问，很多时候对方才起了一个头，他便打断，让人出去。哎，你们说这苏老大到底在搞什么鬼呀？不知。我怎么瞧着不像是在调教啊？我也瞧着不像。李达屋子里，他听着下面的人汇报，心下了然，挨个儿问，还真是做了不宜声张。盯紧了，今晚他们一旦动了那些女人，第一时间汇报。是。一个个女子轮着过去，再到后面便是年纪更小的姑娘。苏哥，那些都是雏鸟，还要吗？继续。再见了第5个后，第6个终于轮到了大丫。大丫，别害怕。大丫猛地抬头，惊讶地看向对方。大丫，不认识我了吗？他怯生生地盯着苏孝忠，认真仔细地瞧着，脑海里努力回想着，眼眸越睁越大。嘘，小声点儿，切莫让人听见。大丫不住点头，在认出苏孝忠之后，惶恐不安的心彻底平复。苏伯伯。苏孝忠应了一声，赶紧问出自己最想知道的事。你家不是跟随着李正他们一道走，为何会到了他们手中？茵茵他们如何了？姨娘将我卖了，换了半袋米。茵茵姐他们与我们分开了。分开？你细细说来。即便那件事关系着自家，但他依旧没有隐瞒，原原本本地将事情说了一遍。那么说来，茵茵他们与他们舅舅还有杨屠夫一家和徐娘子一家一道离开了你们。这件事情都怪我奶和弟弟，说不是他们，茵茵姐也不会离开。苏孝忠明白这件事与眼前这个孩子无关。伯伯问你一件事，你们村里可有人叫杨叔？杨叔？没有。你确定？大丫肯定的点点头。杨叔这个名字这般好听，若是村里之人，我必然是知道。那这就奇怪了，如果杏花村里没有杨叔这个人，那他们为何要眼巴巴地寻找杨叔？苏伯伯要告诉你一件事，这件事关乎着你的性命，一旦被人知晓，你小命不保。大丫被他严肃的表情给惊住，神情紧绷地听着。不管谁来问你，你都不要说你是东土县的人，更不要向任何人提及你是杏花村人。记住，是任何人，即便我之后问你，你也不能说。到了林州府后，苏伯伯会找机会将你带走。大丫不住点头。出了这道门后，你我是陌路人，不相熟，今日在屋子里说的话都不能让第3人知晓，可明白？大丫点着脑袋。好了，走吧。大丫走后，苏孝忠将剩余的小女娃全部见了一遍。女的见完，苏孝忠开始见男的。这下屋外的人都知晓了，苏孝忠真的不是在挑选女人，而是做着不为人知之事。在见完所有奴隶后，苏孝忠整个人都麻了。他闭着眼，脑海里回想着大丫说的话。在大丫嘴里出现的闺女，怎就如此不同？不同？难道说，本以为只有他才有这样神奇的机遇，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当初没往这方面想，如今倒是豁然开朗。他们要寻找的人叫杨叔，杏花村人士。
从大丫口中得知的消息，自家大闺女隐隐有着领头的架势，杨里正许多事都与她商量，其分量不轻。这份能耐可见自家闺女的厉害。那么这个叫杨叔的人又是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冒出来的？杨叔，等等，苏，杏花村人大多数姓杨，那个苏或许是苏。身高5尺，苏英那丫头亦是身高5尺，这又对上了。不过身材壮实，他女儿可一丁点都谈不上壮实，胃口大那倒是真的。虽然无法全部对上，但这个叫杨叔的神秘人有6、7分可能是指自己的大闺女。若真是指向自己的大闺女，那他们有危险了，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危险。在苏校中忧心忡忡，各种担心自家大闺女时，苏英一行人已经抵达了平阳县，不少人往回走。不用过去了，平阳县不让咱们过去，凡是从云州、豫州、梅州来的难民都不允许过平阳县。那边说了，南边不接受难民。哎呀，即便去了也是被驱赶。你们准备去何地啊？哎呀，往北走呗，天下之大，总有咱们的容身之处。再不济走到上京城、天子脚下，总有我们一处安身之地吧。皇帝总不会驱赶他的子民吧？这个消息对于他们而言可不是什么好消息。或许对方弄错了，咱们还是自个儿过去看看。李瑞开口，苏荫腾、万三爷等5人戴上口罩前往城门口打探消息。别再继续往前走了，南边不接收流民，你们即便是去了，当地府衙也不会管你们。你们若想寻活路，往北边走。北边才是你们该去的地方。我们县太爷好心才会告知尔等，亦是想救诸位，免得你们白走一遭。都别聚在此地，赶紧往北走吧。城楼上的衙役轮流说着，来来回回就一个意思，南方不能去，要去北边。胖爷，我有一事不解。何事？我听说书人讲，在前朝一旦发生此类事，官员大多数不愿意接收流民，那些官员对待流民基本都是粗鲁驱逐。咱们国朝也是如此传统吗？是如此。今日之事可有不妥？两人对视一眼，彼此明悟。的确有问题，想来应该是有人受益。胖爷，南方这一带是谁的地盘？再往南便是晋王的封地。两人互相对视一眼，秒懂了。一行5人回来，面对家里人的期冀的眼神，苏英还是将打探到的消息如实告知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人人都说江南好，是富庶之地，就连街上乞讨的人都比别地的富裕。本还想着在那边落脚也是好的，可如今却是这般结果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往北走吗？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先休息。至于接下来的去留，晚市之后再商议。见他们都沉着脸，一脸忧心忡忡，他再次开口：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无需担心，我们并非只有南下一条路。他们往后方退，直接退到了废弃的山神庙。苏英将各家主事全部召集在一起，所有人围在火堆旁。原本计划咱们过了平阳县，下一站便是林州府府城，到了林州府府城后，便可乘坐客船前往江南，我们大概再走3日便可抵达。但今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晓了，南方那边不让去，官府也不会接收咱们这些流民，线下召集大家过来，便是想要商议一下后续咱们何去何从，每个人都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，现在不是藏着掖着的时候。茵丫头，我没什么见识，也不知道该去哪里，你聪明，你替我做决定吧。反正啊，你去哪里，我们一家呀就跟着你们一道走。我同杨虎一样跟着你们走。苏英有些无奈，
转头看张炳亮和李锐他们。南方不能去，咱们只能同他们一样往北走找出路。如果去了北方，那边也不收咋办？这是好问题。那去上京城，上京城是皇帝老子的地方，他总不能不管吧？关于这个问题，苏音只能说不好说。苏丫头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对呀，苏姑娘，你是作何打算？如果我们不需要官府照顾，只需要他们给咱们一块地，咱们各家出点钱买，你说官府愿不愿意让我们落户？那意思是说，咱们可以继续往南走？事是那般事，单位也无法保证当地的官府一定会同意。南边那么大，总不可能个个都不同意，总府衙会同意。我说的是带有一点碰运气的成分，运气好，我们遇到第一个合适的县城便能落户，不再漂泊；若是运气不佳，还会继续走，到什么地方才能落脚，一切未知。所以要不要继续往南走，你们自己考虑好。苏姑娘，你们准备继续往南走，还是换个方向往北啊？苏音没有第一时间就回应，而是看向三位舅舅还有另外几家人。我们听你的，你决定便是。所有人都等着苏音的决定。往南走。往南走，第一，便是上辈子他便是南方人，自然更喜欢南方的气候。第二，便是南方天高皇帝远，即便发生政变，也波及不到他们这些小老百姓。我们也往南，去北方同样是未知，谁知晓到那边又会遇到什么麻烦呢？或许那边亦是如此也说不定。李锐这边还没个定数，你们先商量一下。李锐拉着叔伯几家开始商量起来。在他们商量时，李大夫笑着道：我们一家三口的命都是苏姑娘救的，自然要跟随着苏姑娘一道走。如此一来，就剩下李锐这边7户人家尚未做出决定。众人等了约摸2盏茶的功夫，那边终于有了决断。我们也决定了，跟着你们一道南下。是现在一道南下也有一个好处，大多数流民都往北走，去南边的少，咱们路上也能安全不少。无论去南去北，谁也不知道命运如何，倒不如直接跟着大伙在一起，有伴些。哎，是这个理儿。平阳县既然劝住流民别去南方，恐怕官道上设置了关卡，咱们想要过去得花钱呐。这倒不必，我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绕过官道，往林州府走。如此，那便最好了。大伙散去后，万三爷压低声音询问：为何你不愿去北边呢？胖爷，你相信直觉吗？直觉？我不信。你这边可是有什么说道？自然有。苏音抬头看着天。胖爷，我觉得大雍朝气数要尽了。气数要尽了。他嘴里低喃一声，似乎在认同这个说法。天下兴，百姓苦；天下亡，百姓苦。你真的不像是农家出生的。谁说农家就出不了聪慧的人？是我狭隘了。这一次队伍的排序不同，苏音再一次走在最前面，李锐则压后。苏音一行人往平阳县方向走，跟在后方的流民瞧见他们走的方向，很是纳闷。爹，他们怎么往平阳县走了？啊？不是说不让去了吗？他们怎么还去啊？难道他们不知晓？有人困惑，后头的人有人跑过来提醒李锐。李锐只是摆摆手，表示知晓，但什么都没说。我们要不要在这里等等他们呀？倘若他们见过不去，必然会回来，到时候咱们再跟上。哎，罢了，咱们自己走吧。他们都有马车，脚程比咱们快，倘若真返回，必然能追上咱们。走吧，早点寻个落脚地，
要早点结束这颠沛流离的生活。跟随在他们身后的流民纷纷转身，朝着北方走。苏英一行人没到平阳县，而是在距离平阳县不远处的一个岔道口，往一处村落走。从那边村落越过一座山，便可绕过平阳县，抵达林州府。下午时分，苏英抬头看看天，看了数月万里无云的晴空，头顶突然多出了云层，这兆头像极了要下雨。这天好像要下雨了。天哪，真的要下雨了！你们瞧，那边的云越积越多了。我的老天爷呀，你可算是要下雨了。趁着大雨没落下之前，咱们先找个地方躲一躲雨。现下也只能如此了。胖爷，你可知晓这路上有什么地方可以躲雨？我不知，问李大夫，他想来比我清楚些。苏英找到李大夫，说明了情况。这条路是我在年轻的时候一个同伴带我走过，可时间太久，不记得有什么地方可以避雨了。我先到前头找找看，哪里有什么避雨的地方。说是实在不行，咱们找一个相对开阔的地方，将油布搭起来，将物资放好，人挤一挤。大舅舅想要一同跟随，被苏英拒绝。大舅，我一个就行了，这里需要你们看着。苏英带着长刀往前走。现在是夏季，极容易下雷雨，若是打雷，树底下躲雨可就危险。最好的躲雨地方便是选一处山洞，能容纳他们一行人。突然，林子里响起的马叫声吸引了他的注意。马儿循着声音的方向往前，前方出现了数十匹马。他的视线往前挪移，距离山路上往上约摸200米处有一座破落木屋，木屋里走出一个穿着藏青色衣裳的男子。苏英立马躲在树后方。我操，冤家路窄，居然在这个地方遇到了他们。等等，苏英鼻子微微耸动着，嗅了嗅，有血腥味。苏英以最快的速度赶回队伍，故而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是通知所有人就近找地方搭帐篷。李大夫一拍脑门：哎呀，苏姑娘，我想起来了，再往前走一段路，我记得有一间木屋，虽不知那木屋如何，是否可以避雨，咱们可以到那边搭帐篷吧。那里去不得，方才我已经瞧见木屋已经被人占据，占据木屋的人很危险，千万不要过去。莫不是山匪？不是山匪，比山匪更可怕的人。苏英衡量着是否要如实相告，想了想，还是将情况如实相告，起码遇到危险时大伙儿都心里有准备，不至于手忙脚乱。那伙是之前从林知县出来后拦截我们的那一伙人，那伙人似乎遇上了麻烦，咱们最好远离他们，避免惹火上身。那伙不是善茬，一旦招惹上，我们都不会有好下场。要不我们往后退远一点儿？是啊，我们走远一点儿。怎么了？我这心里突突的，总觉得会有事情发生。所以你不是说过你相信直觉吗？既如此，不如往林子深处走，谨慎一些，总归没有坏处的。正有此意。队伍里所有人都理解，没有人提出异议，大家相互照应着往山林里走。大家都看着点脚下，扶好车子。往林子里约摸走了500米左右，前方出现一个陡峭的山壁，下方有一块凸起的石头，刚好形成了一个不大的口子，不是山洞，但也能遮挡一些风雨。那地方不错。二舅，就在那边安营吧。在最后一个帐篷搭好后，黑云再也压不住，豆大的雨滴簌簌落下。哎呀，这雨下的还真是时候。是啊，人人都说南边雨水多，最不愁的便是雨。咱们这还没到地方，只是靠近了一些，这雨就有了。怪不得林州不缺水呀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咱们梅州下没下雨。哎，
若是这边的雨能挪一些到咱们那儿，那该多好啊！这真要能挪的话，云州、明州那仨地方最缺了。每个人一边吃着干粮，一边闲聊着。叶叶啊，在想什么呢？放空脑子。叶叶，有时候我觉得你变得不像你，有些时候你又是你。想要活，你就不能是你。苏宝柱神情微顿，旋即展颜一笑。倒是我还是老样子，说没有你呀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变得如何。从前都没觉得李瑞哥如何厉害，如今再瞧着，他真的比很多人都要强。人的潜力是无限的，有时被逼上绝路，会爆发出来你意想不到的力量。比如你呀。苏音挑眉一笑，雨越下越大，雨水会冲刷到一切痕迹。与此同时，木屋内领头的男子一行人围坐火堆旁，每个人没滋没味地吃着馒头，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带着伤痕。原本20人的队伍，如今只剩下15人。头儿，那些人知道我们手中有那个女人，必然不会放弃，我们要早做打算。先蛰伏，静待时机。角落里瘦弱女子面色苍白，腹部和手臂上均有伤口。给他拿点吃的过去。周围的人看他不顺眼，原因无他，若非为了保护这个蠢货，他们也不至于死那么多人。瘦弱女子也知晓他们看自己不顺眼，即便他们态度恶劣，也不敢吭声。早些休息。夜深人静，外面的雨一直没停，雨滴声掩盖住了不少声音。一群身穿夜行服的死士正快速朝着木屋前行，悄无声息的。在距离木屋3米开外时，所有人停下脚步，静等时机。这群死士慢慢地将木屋包围起来。木屋内，领头男子猛地睁开眼，武者的第六感让他莫名的心悸。在他睁开眼时，那群死士同时行动，无数箭雨朝着木屋内飞射，一轮轮箭雨不间断地射来，木墙上插满箭雨，简陋的木屋已经摇摇欲坠，随时会崩塌。头儿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，我们必须要突围出去。与此同时，3里开外的崖壁下，苏音猛地睁开眼。就在刚刚，他的预知梦又来了。在梦中，藏青色那一伙人被一伙装备精良且带着大量武器的黑衣人围杀。藏青色一伙人拼死厮杀，即便他们再厉害，也抵不过黑衣人。那一伙人拼尽全力护送领头男子突围出去，好死不死的，他奔跑的方向是朝着他们这边而来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那个祸害往这边而来。苏英第一时间将万三爷、李瑞、大舅舅他们叫醒。我听到了厮杀声。只一句话，让所有人神经紧绷起来。我去那边看看，营地里你们看着，一旦听到了动静，立刻将孩子老人们撤走，东西丢在这儿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人，一定要平安活下来。营地里的火堆全部熄灭，有火光很扎眼。胖爷，你帮我看着点，大舅舅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了。我跟你一道去。不用，你们谁都不要跟着，你们现在的功夫还太弱，跟着我去是拖累。见有人还想开口，万三爷阻拦。听苏音的，你赶紧过去，注意安全。外面的雨还在下，帐篷下的人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心情听雨，每个人都惶恐不安。告诉孩子不要吵，不要发出动静，这边动静太大，势必会吸引那些人过来，届时所有人都没有好下场。哦，我马上去告诉他们。李瑞，外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我们是不是要连夜离开了？下着大雨，又是晚上，走山路很容易出事的。伯娘、婶娘们，你们都别说话了，都安静下来听我说一句。行行行，我们不说话，你说。我们现在不能引起那些人的注意，若是你们吵吵闹闹的引起他们的注意，到时候那些人
必然会过来杀了我们。为了大伙的安全，别出声，别说话，各自都看顾好孩子，别让他们吵闹起来。苏英已经过去查看了，咱们也不要拖后腿。一旦情况不对，我们要立马离开。至于这些东西，都不要想着带上，各自先收拾一些贵重轻便的行李。这些东西都不要，那我们以后怎么办？只要人在，钱在不在身上都没有什么。若是人没了，你要这些也无用啊。嘘，保持安静，莫要出声。火堆熄灭，无人出声，整个营地异常的安静，每个人耳边只有彼此的呼吸声，以及外面不断落下的雨声，滴答，滴答，滴答，雨不断下。黑夜的山林里，一道身影在林子里穿梭。苏英在寻找适合伏击领头男子的地方，很快锁定一个位置，蹲守在树木后方，用周围的植物很好的掩盖住自己的身形。一切准备就绪，苏英安静地蛰伏下来，雨声很好地掩盖了他的呼吸声，黑夜很好地遮盖了一切。此时木屋内形势严峻，藏青色一伙人已经死伤大半。头，我们掩护你出去。领头男子心里有痛意，咬紧牙关，久久没有回应。头，不能再拖了。再拖下去，他们谁也走不了。领头男子痛苦地开口。好。外面传来了声音。将那女子交出，我会放尔等离开。这个女人绝对不能留给云王的人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知晓杏花村杨叔的存在。领头男子与副手对视一眼，彼此明了。我们可以将她交给你们，但你必须放我们离开。放心，我们只要她，你们不重要。副手慢慢地走出木屋，其他人也顺势一点点挪到外面。只要放我们离开，他可以交给你们。好，你们往后退。恶鬼面具男子挥挥手，黑衣人齐齐往后退。将马给我们牵过来。不急，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你们为谁效命？我说了，你可会信？信与不信，我自有决断，阁下无需担心。我们的主子是靖王。阁下毫无诚意，当真令人心寒。他挥挥手，左侧和右侧的弓箭手齐齐发射，即便藏青色一行人有所准备，还是有2人中箭。你，这是给阁下的回礼。你信不信我将他给杀了？别杀我！将弓箭手全部撤走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他。你若不信，大可一试。恶鬼面具男子沉吟片刻，挥了挥手，隐藏在林子里的弓箭手收起。副手带着人往前挪动，一步步，他们越来越靠近马匹。黑衣人则将他们团团围住，对方谨慎地对峙着，谁也不敢松懈半分，就怕让对方脱身。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外头时，领头男子看准时机，从木屋后方离开，快速引入林中。哒哒哒的雨声很好地掩盖了声音。一道身影在雨夜里快速奔行，腹部处的伤口不断渗出血液，咬牙忍着。在看到那道身影时，苏英眼神逐渐变得冷厉，呼吸平稳。当彼此距离只有1米时，手中的匕首如同脱缰的野马，直接射向他的心口处。男人痛苦地倒下，无法再站立。为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。放过我，我可以给你很多钱。饶你？那些被你杀死的人，你可曾饶过他们？话音落下，
伴随着刀子刺入他的心脏。男人不甘地咽下最后一口气，没有太多时间留给他。苏英迅速拖着他的尸体往前奔跑，必须要将他的尸体丢得越远越好。而处理尸体最佳的地方，便是往前1里外，有一处的山崖，往那里一扔，万事大吉。到了地方时，苏英没有急着将他扔下去，先是在他的身上搜罗了一遍，他身上除了银子值钱，也再没搜到其他有价值的东西。苏英快速将他的衣服收拢回去，一脚将人踢入山崖。他快速返回，他小心翼翼地沿着之前留下的痕迹行走，很快便听到了前方出现了动静。一道道身影快速从前方掠过，他只是瞥了一眼，人数多达上百，如此庞大的队伍，不敢相信一旦被他们发现，自己是什么下场。好在这群人没发现他的存在。时间倒回到半盏茶前，恶鬼面具男察觉出不对，正准备开口时，副手见势不对，手中的刀子毫不留情，一刀抹了瘦弱女子的脖子。恶鬼面具男手中的飞镖射出，正中副手的眉心。最后一人跟着倒下。有人从木屋内出来，跪在恶鬼面具男面前。大人，清点过人数，少了1人。